惊人的事发生在午夜，在这个飘满 TNT 气味的蓝色夜间，我的家园彻底陷入了生死困惑。遵照父亲的旨意，他们在守灵。太祖母的棺材停在堂屋，被2只支架撑在半空。我睡在棺材的下面，豆油灯在棺材的前侧疲惫地摇晃，许多白蜡烛在长香的缭绕中打着瞌睡。生面条、馒头以及正方体的豆腐、凉粉上布满铅色纸灰。外面有打桩机的声音，气壮如牛又粗喘吁吁。我的古老家园显得衰败，充满死气。0点过后，守灵的人差不多全困了，几个书还在4仙桌旁支撑，眼堂里闪着青色的光。他们在打麻将，每一张牌被他们放到桌面都棺材一样沉重。2条8万跟。我的耳朵里响着他们的叫牌声，梦如同傍晚的蝙蝠，斜着身子神经质地飞窜。我不知他们睡着了没有，我没有把握。这些日子我睡下像醒着，醒时又像入眠，做的梦也大半真假参半，难以界定。我听见七叔说，最后一拳打完了，让他们几个来接。我隐隐约约听见七叔这么说，随后是洗牌的声音，像下雨落在太湖石的背脊上。听这些声音我相当恍惚，但接下来的声音我听得真切。在神的预示下，我听到了那种尖锐声响，无限古怪从天的边缘而来。我撑起上身，我的头顶差点撞到棺材的底部。我闻着棺材板的古怪气味，听到了指甲在木板上爬动的声音。我甩一甩脑袋，这时候屋里全静下来，他们显然也听到了什么。我们互相打量的眼神里有一种绿油油的惊恐。他们终于听清声音是棺材里发出来的。棺材如一只低音音响，渲染了太祖母的指甲对棺材的批判与不适。我的2只手就松下去了。几个叔父一齐盯着我，他们的目光过于炯炯，接近了生物极限。棺材里指甲抠动，无力却又丧心病狂，如衔在猫嘴里的鼠，无望热烈的尖叫，充满死亡激情。太祖母在一片黑暗中一定睁开了她长满白内障的眼睛，同时张大了无牙嘴巴。太祖母渴望光与空间，太祖母的3寸金莲憋足了力气，咚咚就是2下。这2句总结性的批判在我们的后背扯开了一道缝隙，800里冷风直往里头收。五叔说，打开，快打开。其实五叔的表达没有这么完整，他的舌头咸肉一样硬。三叔最初没有开口，三叔后来说，怎么指甲没有绞掉？我们就一同记起了太祖母的灰色尖指甲。这个危险的物质成了未来乡间传说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屏紧了呼吸，整个生命投入了谛听，声音越来越弱，间歇也越来越长。最后一切和棺材一样平静了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认为太祖母的左手食指一定翘着，他老人家当初不肯抠下来有他的道理，这实际上是常识，但我们一家等待了很久。出殡后，太祖母的后裔们跨完了火把，火把在旷野里筑成生死之间一道墙，不确切。跨过火把，你就又一次逾越了生死屏障。火苗在每个人的胯下卖力工作，青紫色的烟飞上天去，变更多种图形，仿佛古人留给我们的谶语，难以辨别。我只知道那些话一半写在羊皮上，一半写在半空。到家时走进过道，我们情不自禁止步。我说，到小阁楼上看看去。父亲说，其他人站着，就我俩上去。挪开门，上个世纪的冷风披着长发，长了长长的指甲就抓了过来。小楼上空空荡荡，
一张床，一张梳妆台而已。父亲和我无限茫然，好奇心就向着现实做自由落体。父亲说：鞋，你儿的小红鞋。我走上前，我儿的红色鞋口在床下正对着床板。我又看见了我的破耐克，在我的耐克后面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是一双草绿色解放鞋、松紧口单步鞋、2片瓦、木屐。我注意到这些螺旋状排列的鞋子正以轻松的脚的表情面面相觑，自信而又揶揄。我的错觉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，我看见我的家族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螺旋状款款而至。他们用我的家园方言和家族遗传神态向我招呼，像时间一样没有牙齿，长了厚厚的白内障。父亲说：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想向父亲问这样的话，听见父亲的声音，我接下来又沉默了。